如果不是南美的那几个国家野心太大，咱们也不会选择主动去发现这么大的一个锂矿资源。前几天咱们家公布了新发现的锂矿，从西昆仑到甘孜，长达2800公里的世界级锂辉石行锂成矿带，已经探明的有6500余万吨，资源潜力超过了3000万吨。我们的锂矿储备已经从全球占比6%升到了16.5%，从世界第6跃到了世界第2。这个储备量加上成熟的锂电回收体系，可以说几代人根本都不用考虑资源枯竭的问题。这个锂矿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难道真的是天佑中华，国运昌隆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从来没有把命运寄托在气运的身上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们获得的成就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拼回来的。即使真的有气运这个东西存在，那也是咱们努力争取到了，站在气运的必经之路上，让这股气运只会撞到我们的身上。大家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，以近些年东大表现出来的战略前瞻力，东大家做什么事儿、什么风格，大家还不了解吗？当年选择赛道的时候，东大怎么可能梭哈一个在本土资源不足、有可能被人卡脖子的项目？所以，某些东西在做出某项决策之前就已经被发现了，或者说，因为某些东西的存在，才让我们下定决心选择做某件事儿。我这里说的某些事儿、某些原因，不特指某一样，可能很多样都是。那为什么我们布局这么多年，现在选择公开？因为几个锂矿大国有点贪心了，就是秘鲁、智利、玻利维亚、阿根廷这几个国家，他们准备联合成立一个锂矿版本的欧佩克。欧佩克大家知道吧？就是卖石油的中东那几个国家，为了利益最大化，成立了一个组织，目的就是掌握和垄断石油价格的话语权。这几个锂矿国家也是一样的，想抱团控制锂矿的价格。现在锂矿的消费最大户不就是咱们东大吗？这能惯着他们吗？于是咱们的锂矿储备这就变成了世界第2。可以说这次锂矿的发现是按需发现，你们听话好好卖矿，那我们东大家就只有6%。如果你们不好好卖，那我们就可以是16%。所以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如果不是南美的那几个国家野心太大，咱们也不会选择主动去发现这么大的一个锂矿资源。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件事里更明显的一个信号，就是南美或许真的不值钱，东大是真的不惯着他们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但凡南美的战略价值高一些，对地缘政治啦，对中美博弈啦，但凡能提供一点帮助，以咱们家做事全面长远去考虑的这个作风，只要总体对大局有利，估计也就忍一忍了。反正锂矿都得用嘛，能用钱买到的东西，那就先不挖自己家的，对吧？给那些国家赚点就赚点嘛。可是看看现在，咱们家是一点都不忍，直接一棍子就给他们砸懵了。大家倒推一下就知道，在上面的眼里，南美的地位有多低。南美不是中东，中东的地缘政治确实需要考虑一下。咱们石油也不多，石油这玩意儿烧了也就没了，得长期大量的购买。锂电池那可是能回收的啊，就这你还学人石油呢？再者，人家中东的王爷们赚了钱，那也是真的往东大家去花，所以在那边我们需要考虑的有很多，花费精力和布局也是有必要的。但是你们这南美洲是个啥？还想着摘果子嘞？顺便说一下，其实咱们的资源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。青藏高原那可是个大宝贝，里面想不到的东西有很多。还有，即使咱们紧缺的东西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缺。比如石油，常规石油确实不多，但是页岩油我们的储备量世界第3，只是目前的开发进度不高而已。常规天然气我们也不多，但是页岩天然气我们的储备量世界第1，也是目前的开发程度不高而已。这些数据大家网上都可以查得到。当然，这些里面可能也有别人藏了数据，但是咱们公布的也不一定是全部啊。真等到缺货的那天，不管是别人开采卖完了，或者是咱们被制裁被针对了，不卖给咱们了，到那个时候估计就有神秘的群体突然宣布我们现在掌握了开采技术。